你们去那边找。这边，别上！这边，快！我让开！京城顺天府报案，捉拿刺客，谁敢阻拦？哎呀，整个京城的贵人都来了吧？云上这么多人，该选谁好呢？何妈妈不是都说了吗？这选谁不选谁的，让我自己来定啊！啊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，只要你肯挂牌。哎，行了，你慢慢洗，我先出去了。任务下发不过10天，就找到这儿了。不超过20天，你这恶念就会迅速蔓延，从这儿到这儿，直至心脏。爆！用不着你提醒，我记着时间，今晚就打算动手。我不是来催你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平西王可不像之前的那些虾兵蟹将，刺杀他的难度也不比刺杀当今皇帝低。今夜平西王宴请宰相顾平章，不是下手的好时机。平西王府一向守卫森严，只有宴请宾客时才有一点可能。今夜这场挂牌仪式声势浩大，不会有人想到是我动的手。我知道你想尽快完成任务，请求阁主开恩放过你的妹妹。可是如果你连命都没了，拿什么救你的妹妹？哼，之前98次任务我都挺过来了，这一次我也一定同样可以完成。你知道的，细雨阁不养闲人。赶紧走吧，我要下楼去挑个男人了。就你这眼光，能挑个什么样的男人？好看的草包。京城之地就没我们不去的地方。下车了！快快！今天这个花圈，快点快拿下！怎么样，咱这京城？不是我说，和你那山西比起来，是不是豪气不少啊？吴兄，今晚肯定有花魁挂牌。花魁，在山西，别说花魁了，这满城的姑娘都是野的。有钱有钱，外来人口，哼，就是你了。
来，跟我的旋风将军大战300回合，快点儿！上！咬他呀！上！让我家做呀！咬他！爷赢了！这小子谁呀？怎么到他失手了？让给他了。小女子虽是风尘中人，但公子还是第一个进到这间屋子里的男子。今夜便等同于小女子的新婚之意，还请公子怜爱。来，公子，喝了这杯酒，小女子便是公子的人了。啊，小生吴鸾，受朋友相邀前来迎秀楼浅酌，本无意于风月，但没想到姑娘竟然如此雅兴，敢问姑娘芳名？公子当真想知道，那便同我喝了这交杯酒，我就告诉你。公子可是害羞啊？我，谁说我害羞了？只是这酒不是这么喝的。那公子说要如何喝？这样，现在姑娘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？云裳。云裳，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想必姑娘的名字必是出于此事了。不是，伤中既有催魂鬼，一命所来方是休。小女子名字中的伤是伤折之伤。哦，姑娘这名字可真特别，听起来可不像此处姑娘该有的名字啊。姑娘，你当真是迎秀楼的人？哼，说是大小姐，还差不多。王爷的酒量真是不简单啊！部相，留步！老夫甘拜下。部相，你我当年千杯不醉呀！哎，部相小心！怎么样？王爷留步！老夫果然是喝多了。部相，哎，留步，千万留步啊！你真是折杀本官！我叫下人送你。不必啊！本官有下人伺候，改日再续。
与王爷把酒畅谈啊！部下，我定登门拜访。关门。王爷，顾平章那个老狐狸，刚才他那下一看就是装的。字字进京，老夫势在必行。这老狐狸既然不为您所用，将来必是心腹大患呐。有刺客，保护王爷！拿下！快上！拿下他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追！是，给我追！这么快就醒了？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我不回去。我让开！京城顺天府办案，捉拿刺客，谁敢阻拦？国舅爷恕罪，您就全当小的从来没来过吧。走。你竟然是国舅爷？平西王刚进京几日就遇到了刺客，我顺天府肩负京城安危，实在难辞其咎。听说刺客跑来了这里，就赶紧过来了，这才惊扰您的大驾。还望国舅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！平西王遇刺了，这好好的是为什么呢？真是人干的，还是鬼啊？这下官哪敢非议？下官若是知道，也就不用在此叨扰国舅爷了。你同我说什么平西王遇刺的事儿，也不感兴趣，也只知道你吓着云山姑娘了。你真该去看看她眼底的乌青，几层的粉都遮不住。大人，给我找仔细点儿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。是。去那边看看。是。下官想再问云小姐几个问题。问。
就在这儿问。好。请问云小姐，来银秀楼多久了？3年。云小姐，能否让本官查一下您的房间？这什么？让你站那问你是听不懂还是怎么着？昨天晚上我一直跟他在一起，他有没有问题，我能不知道？你一个成年男子，连落红都认不得了。下官唐突了，国舅爷威武，下官不打扰。这人肯定就在银秀楼，从今天开始不要放过一个人，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看来这里是待不了了。国舅爷，以后若是能偶尔想起云裳，就请为云裳洒一杯清酒。云裳若是地下有知，也会对国舅爷感念不尽的。啊！哎，好好的寻死干什么？云裳本来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没潜伏步入了烟花城。国舅爷走后，妈妈也会把我卖给别人，还不如死了干净。爷是个有担当的人，我替你出身。来，我来。这儿。哎，爷，慢点，慢点。唉。哦，来。谢谢国舅爷。爷，爷，这位可是您从山西带来的？你看着安排住处就行。哎，是。这房间还不错嘛，我也是第一次过来。你这是打算翻墙出去，还是刚从这儿进来？国舅爷就莫要打趣民女了。这房间同妾儿时的房间十分相似，小时候我就喜欢同妹妹这样坐在窗边，一边一个。可惜如今，你还有个妹妹？是。可是，这外面也没什么好看的嘛。是没什么好看的。就是妾突然想起儿时之事，伤春悲秋的，倒让国舅爷见笑了。无妨。还不下来？
爷不喜欢被压在下面。你当真在盈秀楼待了3年？是的，爷。不对呀，3年。3年才这点东西，可以啊。都是一些身外之物，也没什么好带的。对了，你老家是哪儿的呀？乡野之地，国舅爷怕是没听过。你说都没说，怎么知道爷不知道？爷博学多才的，肯定听过。说。扬州下面的一个小县，韩江。嘿，就说爷博学多才吧，我还真知道。啊，那国舅爷可真是厉害。夸人的时候声音可以大一点儿。国舅爷简直是这世上最厉害的人。哎，我过来呢，其实就是想跟你讲个事儿。虽然你是爷从那什么什么楼里面接回来的，但爷觉得你不是什么乌烟瘴气的女子，所以刚刚冯管家说你是爷从山西带回来的妾室，爷也就这么应下来了。我这不是怕府里其他人嚼舌根，你也能清静些吗？多谢爷替妾身着想，自己记住了，别回头说穿帮了。嗯，我先走了。是。问这么多，还当真是发现了什么？韩江，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这带回来的人应该怎么办啊？知道韩江在哪儿吗？啊？啊，爷，这院里有人养鸟吗？养呗，越多越好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前阵子呀，好多当官的因为得罪神明死了。你说这平西王是不是也踩了忌讳？呸！百无禁忌，死的都是地方小官，咱们这可是京城，你别吓唬人了。哎，别说了，大人。如何？有发现吗？没有，不过我还是觉得银秀楼的云商有问题。整个银秀楼只有他的窗户靠近那条湖巷。待人死守国舅府，千万不能放松。放心，我一定盯死他们。走。这就是你挑的好看的草包，什么市井小民你不去选，千挑万选选了个国舅爷，你确定他没有发现你吗？我今日来，只是告诉你一声，我转到国舅公府了，不是来听你冷嘲热讽的。我之前就提醒过你，那天不是动手的好时机，如今已经打草惊蛇，你之后的行动只会更加困难。
用不着你管，反正还有10天。哼。云裳怎么穿这么单薄就出来了？哎，怎么没反应？难道是梦游了？还真是梦游了。哎呀，不过我听说这梦游之症不能硬嚼。好像得吃虫啊！可惜了我这刚抓的旋风将军，不过没关系。哎，救人要紧，对不住了。哎呀！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国舅爷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是梦游症又犯了吗？国舅爷，切没弄伤你吧？怎么也每次遇见你都这么倒霉？上次是有人被刺杀，这回是丢东西。妾打小就有着梦游之症，惊扰了国舅爷，实在是抱歉。国舅爷大晚上的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爷来抓蛐蛐啊！爷跟你说，这最好的蛐蛐一般都长在这种荒坟野地里。哎，正好你也在，陪爷抓蛐蛐啊！走走走走。你。送我杀了你！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爷，这大晚上的好吓人啊！妾实在是不想玩这些了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不是，这多好玩啊！你们小时候不玩这些吗？不玩。不玩？那你跟爷说说，你小时候都玩什么？上去，敢哭出来就不止这一鞭子。我小时候哪有的玩，日日都是训练，琴棋书画，行为举止。不是，这么多样东西你一样都没有。你不是还有个妹妹吗？你们姐妹俩之间总有些快乐的回忆吧？姐姐，你怎么啦？没事。姐姐，你快起来，我有很好吃的东西给你吃。
这是我省下来的干桃花糕，可好吃了，你快点吃啦。虽然我们不能去外边玩，但姐姐，你吃这个糕点的时候就可以想象，这里就是那片干桃花树林，我们正在树林里玩呢。好吃，真好吃！璎珞，我仿佛闻到了林子里的花香了。我和我妹妹也很少能说得上话，不过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就会去干桃花的林子里闻着花香。爷吃过干桃花的点心吗？那个点心可好吃了。爷没吃过。不过你要是想吃，爷就给你做。君子远离跑车，你们保佑爷在里头，真不拦着点儿，不怕回头外人传了闲话？爷不是君子啊！你确定你这样说你家爷好吗？爷自己说的，爷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打！来，干桃花糕来喽！来尝尝，这翠香楼大厨给的方子，要是不对，别命人砍了他。尝尝。怎么样？有那么点我小时候的味道了。那就好，好吃你就多吃点。至于这卖相，你就当是压扁了。谢谢爷，这是我这些年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。嗨，爷向来在这种不务正业的事情上天赋异禀。还有不少干桃花呢，也别浪费了，且把它们都做了吧。我们一起。
你呢？是，明白了，爷。慢点。爷说从宫里回来，想吃醉香楼的肘与春江楼的茶饼，还有东兴楼的女儿红，去办吧。哎，好嘞。到时候叫个人。好，盯着点。好，走。端着。走路看着点儿。特殊时期，所有菜都需要验毒才能拿出去。你，过来试菜。菜里有毒！大火来人，帮忙查毒！眼下平西王府守卫这么严，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？云裳，如今这世道也太不太平了。今日平西王府又遭到刺客了。陛下为了安抚平西王，竟然把他的寿宴交给了我。你说这事是不是头疼？爷刚才说是谁的寿宴？平西王蒋忠啊！不是，你连这人都不知道？就是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官兵进来说被人刺杀的那个。哦，有点印象。不过我确实不知道这宴会到底要怎么搞。陛下说了，这寿宴既要经济实惠，又风光无限，既富丽堂皇，还不能落俗套。他自己到时候又不去，只打算送点礼，偏偏要为难我，这你说怎么搞？妾倒是有个提议。什么提议？妾的提议是，在平西王寿宴当天放一轮盛大的烟花。如此一来，全京城的百姓都能一起同贺，皇上在宫中也能看到，这样也算得上是既经济实惠又风光无限，富丽堂皇又不落俗套。好提议啊！不过，这往日宫里订烟花，至少它要几个月，这寿宴只剩下几天了。这好办，妾知道城外有一家不错的烟花铺子，叫璀璨坊，他那儿的货绝对管够。如此甚好，明日咱们就去这璀璨坊。话说这有个人吧，他在沿街卖耗子药，然后有人就问了：“哎，你这耗子药怎么用啊？”小贩就回答：“你就把耗子抓住，然后把药抹在他的嘴上，然后耗子就死了。”你笑起来多好看呀，你就应该多笑一笑。我还有其他笑话，我再给你讲一个。话说有一老头，他大夏天戴了灯帽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有这家事。哎呀，行了，哎，你别往这儿摸呀，你喝点，别动。行，给你们，挺深啊！各位好汉，我看你们这地儿也不怎么样。哎呦喂，要不然我给你们捐点钱，你们也能吃好喝好睡得好。闭嘴！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我砍了你信吗？
老头戴着冬帽，然后呢？这老头戴了个冬帽吧，然后他边走边扇，边走边扇，热死了，还好戴了个帽子出来，不然就热死了。不好笑。你就这么点钱，还想跟我们修房子呢？我看小娘子姿色不错，要不便宜便宜哥几个？老实点！这几个小毛贼倒是不足为惧，但我若现在动手，乌兰怕是会知道我的身份。要不先想想别的办法。完善之后卖到窑子里，还能换这个钱。呸！我去！要钱就要钱，欺负姑娘算什么本事？揍他！想死就揍！那么想死，我求求你！刚才那笑话太好笑了。这位公子的身份不简单，你们若是杀了他，怕是从此都没有安生日子过了。不如留这位公子一命，让他家里送来更多的银两。若是有了真金白银，诸位大侠想要什么样的美貌女子，不都可以了吗？这小子有点意思啊，先留。刘克爷，钱不能少。好，你们想要多少钱？5万白银啊，不，黄金。要是拿不出来，我把你们俩都放埋到窑子里去。好，我给我家里写信。哎，别停啊，接着讲啊！大哥，我压箱底的笑话都拿出来了，我真没有了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乌兰的伤口一直流血，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大哥，这小子不是在耍我们吧？啊，这都多长时间过去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倒是再想想啊！我看这小子就在耍我们，别留了，我砍了他！大哥，我不是。这边，这边，快去救爷！快，在里面！爷，没事吧？伤哪儿了？怎么样，爷？我没事，我要去掉云裳。慢点，云裳，云裳，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带你回家。思绪汇成记，海棠未落，梨花鲜血，轻叹此离别，水空流尽了几多愁。阴差阳错的结局，如寒风骤雨。转身入魂的眼睛，怎能说得清？风水不消那坛酒，回眸绕青楼，相思他竟然为了救我，不惜暴露身份。东篱把酒，黄昏后，幽暗像英雄。但公子还是第一个进到这间屋子里的男子。来，公子，喝了这杯酒，小女子便是公子的人。只是这酒不是这么喝的。消愁。吴子琪，耶！转身入魂的眼睛，怎能说得清？浓水不消那残酒，归梦绕青楼，相思只在豆蔻梢头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追！是，给我追！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我们走。现在我们也算患难之交，生死与共了。你想要什么，也都可以给你。当真什么都可以？那是自然。其实妾的心愿很简单，就想能开一场烟花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未正经看过一场烟花，从来见的都是他人的繁华。所以爷若送妾看一次烟花，我也便心满意足。那还不简单？我们不是要筹办平西王的寿宴吗？到时候我就带你去。谢谢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儿时落下的病根，时不时就会有，不用管它。我小的时候也生过一场大病，药石无灵，我娘急得没办法了，于是跑去求神拜佛。后来四姨老和尚给了她这根红绳，也是神奇的很。我戴上它之后，病就好了。现在我给你系上，你的病也就能好了。
璀璨坊，这地儿这么寒碜，能供上我要的货吗？这烟花铺子不比其他，都摆出来，万一走水怎么办呢？这位顾客想要点嘛，从这儿挑。这个，这个，还有，哎，算了，这一本每样给爷来3个，你觉得呢？都听爷的。3日之后务必给我送到平西王府。好嘞，爷。我们走吧。感谢啊！客气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平西王，今日平西王寿宴，小生吴鸾特来祝贺。恭祝平西王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国舅爷大驾光临，本王内心甚是欢喜呀！随意啊，随意。平西王，顾丞相，老夫特意来给平西王云裳，啊！一会儿入席之后，男女眷是分开的。京城那些女眷也可是了解的，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反正一会儿吃完饭，便能看烟花了。放心吧，爷，云裳有分寸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姗姗来迟，不叫玩笑了。顾丞相，国舅爷，近来身体可好啊？托国舅爷的福，身体好得很。国舅爷近日可好啊？哎，你看了那国舅公府养的金丝雀了吗？好像真是他。我听说皇上有意给这草包国舅指婚，你也在这名单之列呢，是吧，魏如？说八卦别带着我，我可不想嫁那草包。皇兄请，皇兄。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看。你果然长得十分好看。嘿，你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吗？什么？皇后要给他那草包弟弟指婚。我是顾魏如，我爹是当朝宰相顾平章。这几日看情形，我怕这次是逃不过了。我不喜欢乌兰，若你真是和他情真意切，回去啊，可千万要严防死守，莫要让乌兰答应了这门婚事。顾小姐，这方面呢，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，你尽管开声。只要你能不让我嫁这草包国舅，咱俩呀，可就是好姐妹。懂了？韩夫人好久不见了，这妻子可真也差不了啊！快来，跟上！哎，我找了一个最佳位置，我带你去看。你快看，看。
喜欢吗？你要是觉得没看够，等爷回去单独放给你看。好。爷，顾丞相他们想同您喝个酒。知道了。我去应酬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我在这等你回来。也许过了今晚，你我就是陌路人了。云裳，爷，咱们走吧。那边，爷，小心，去那边。快，小心！快！疏散人群，去那边。
今日不知明日事，这偷来的欢愉，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。有一日算一日吧。敢偷袭爷，爷可是输不起的，赶紧给爷还回来。那根红线呢？这毛病我从小就有，时好时坏的。看来爷给你的这根红绳还是有用的，你得好好带着。爷，皇上圣旨，召您进宫面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乖乖在家等我。臣吴鸾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这儿没有外人，你们姐弟俩就不要这么绷着了。陛下说的是。姐，你怎么好像胖了？你越发没个正形了。皇上，那臣妾去命下人准备些吃食。你不要太放肆了。知道。朕啊，真没看错你小子。来京不过1月，就借着旭宇阁之手，替朕铲除了这心腹大患平西王。哎，陛下谬赞了，臣不过就是侥幸罢了。你就不要谦虚了。要不是你设局在平西王寿宴上动手，这事绝不会这么顺利的。陛下，臣已将那个细雨阁的杀手控制在身边。昨夜他行刺失败，若是想要再动手，想必必是艰难。所以臣打算推波助澜，帮他一把。眼下平西王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，若他真因此死了，也算是解了朕的心病。可朕召你回京，最紧要的还是调查旭阁幕后主使之人。旭阁一个江湖组织，无端端杀了我朝这么多官员，朕不信此事与朝中之人毫无关联。朕只是想拿掉这个虚设的名目，充盈国库，恩泽百姓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吴鸾，还是要抓紧彻查此事。臣领命。臣从那杀手口中得知，他们自幼训练之处，附近有很多干棠花。我和我妹妹也很少能说得上话，不过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就会去干棠花的林子里闻着花香。此花为京城特有，因此臣怀疑这细雨阁的总部便设立在京郊附近。只是我想查清楚具体位置，还需要一些时日。陛下，臣还查到了细雨阁的联络人09。爷，这院里有人养鸟吗？养呗，越多越好。只是他很谨慎，跟了几次都没有任何发现。就没有别的进展了？臣此次在为平西王府置办烟花之时，发现璀璨坊和细雨阁似乎有所联动，可以继续追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就给你下一道明旨，接着查平西王遇刺一事，
帮朕好好搅和一下这潭死水。朕倒是要看看谁沉不住气，冒出头来。臣明白。哦，对了，你留在身边那个旭阁杀手，是不是已经处理掉了？陛下放心，那杀手对臣来说已毫无利用价值。昨夜，臣便已经处理了。好，此事你既然要大刀阔斧去查，就绝不能留下任何把柄，明白吗？哎，朕本想把这幅字赐予你，哎，可惜了。哎呀，姑娘，这种小事儿交给小的就行了，何须您亲自动手啊？我想亲手给他做顿饭吃，他上次不也亲自下厨给我做了顿饭吃吗？你留在身边那个旭阁杀手，是不是已经处理掉了？陛下放心，昨夜臣便已经处理了。你留在身边那个旭阁杀手，是不是已经处理掉了？爷，听冯管家说，云裳姑娘给您做了饭，等您回去呢。不回了，先去璀璨坊，把他们老板给抓了。啊？不是。不是爷，这也没人了呀。既然都没人了，那还不赶紧把这给炸了？快跑，爷！不是爷，这也没人了呀。既然都没人了，那还不赶紧把这给炸了？爷现在看见这些烟花就闹心。明白了，爷，那我点了。快点点啊！点完赶紧跑，别被炸伤了。好，快跑，爷！哎呦！带走。是。不是，我都是一卖烟花的，你逮我干嘛呀？快走！婆婆妈妈，稍微轻点儿。不是老几位，我无辜的，我真是无辜的啊！哎，您听我说呀，这我嘛也不知道啊。走，他身上的红线怎么长到胸口了？爷，我发现杀手18的胳膊上有和云裳姑娘一样的红线，然后那个红线一直在延长。从左手的手腕上往上蔓延，沿着手腕直到心口。今日好像离心脏更近了。到心脏了吗？好。看来我猜测的没错。西阁的下属如果完不成任务，这根红线便会是他们的催命符了。去审问一下璀璨坊老板。是。
招了吗？我把杀手的尸体往璀璨坊老板面前一扔，什么都没说呢，他直接全招了。璀璨坊的幕后老板就是金鸡大营的大将军孙淼。这孙淼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以权谋私！苏大人拿了他。是。任务都做完了，为什么还不离开？这里最安全，起码等过了这阵子搜捕再说吧。你今日来有何事？是阁主同意让云罗跟着我了吗？18的任务没有完成，死了。最近有人查到了细雨阁的头上，京城不太平。你最好还是离开京城一段时日，避避风头。那云罗怎么样了？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云罗，你还好吗？李四对自己人下手这么狠吗？狠一点才能赶紧出去杀人呢。回禀阁主，18确认是恶念发作身亡，而且我被跟踪了很多次，情况有点不太对劲。这个念四身手不错，看起来比他姐姐更有作为啊。阁主，您之前答应过念三，说如果他完成刺杀平西王的任务，就让念四跟着他做事情。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别动，我就是想好好看看你。这几天忙都没回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妾本来给爷做了很多好吃的，但是爷都没回来。哦，那岂不是都浪费了？没有啊，我都吃了。好。四舍五入，等于我也吃了。这几天好不容易闲下来，我带你去逛街。聚义堂，这地儿看起来也不过如此。云裳，改天爷带你回去见见大世面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有什么想吃的、想喝的，还有想玩的，都可以跟爷说。那可太多了，爷确定想听？当然。龙，恭喜您装到老鼠。
你到底行不行？就转了几10次了，一次都没有转到龙，要不然换我来。让我来！哎，等，谁说爷不行的？爷必须行。不是，云裳，你别笑啊，爷肯定能给你转到那条龙。再来，给爷转出龙！龙！耶！云裳，我赚到了！赚到了！给你。笑看世间，多少故事时过境迁，忘不掉是你的眉眼。世人万千，多少故人还能相见，心底仍有温暖蔓延。且告人世别离，继续漂泊，寻寻觅觅，何年何月能遇见你？宗颖，整日心事难收，随风漂流，饮一壶浊酒，独听一夜相思的愁。只想看你红颜笑，是非名利从此了。前生悠悠，我等你回头。远处清风明月，收起了誓言，良辰美景，我比你容颜。哎呀，别起。来，谢谢你。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无辜的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要见皇上，我要见皇上，我要见皇上！好什么好？孙淼大人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还是消停些吧。吃你的馒头吧。馒头。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将军孙淼营私舞弊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，谋害平西王，贬为庶民，发配边疆，永不回朝。钦此。你确认这孙淼背后另有其人？陛下，这孙淼突然认下此事，实在蹊跷，想必一定有其他的幕后主使。他们若是想要动手的话，必定会在孙淼发配边疆的路上下手。你这么快就替朕查到了细雨阁的相关线索，朕很欣慰。朕决定赐你一门婚事作为奖励。我现在就去告诉你姐姐，她会为你高兴的。陛下，狗屁！狗屁！什么丞相织女秀外慧中，就是狗屁！这是好事啊，圣上给你赐了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，这也有助于国舅爷在朝堂上的地位。这是哪门子好事？说是惩罚还差不多。
除了你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爷，别生气了，生命难违，你如今生气，也只会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你为什么毫不生气？我都要跟别的女人成婚了，你为什么毫不在意？爷不必冲着云裳发火，这圣旨又不是借给你的。爷心中有气，也不必撒到我的头上。妾一介民女，难不成还能替你去忤逆圣上不成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冲着你，我就是冲着这个事儿。不行，我明儿就得去找皇上说清楚。你什么看？你什么苦差事？夫人还搁这摊上？哎呀，先说不是呢，赶紧吃啊，吃完还得赶路呢。多吃点。哎呀，真累呀！官爷，我好饿呀，给我口吃的吧。吃什么吃？你还想吃啊？哎，来一口。你是来救我的吧？啊！我是来杀你的。快来人呐！爷被绑架了！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自己去跟皇上说你不想要这门婚事，你要退婚；要么我就把你像这样绑去宫门前，让你进去说。你说什么都没用，我这人就是这么不讲理。你要娶了我才有的罪受，哎，别磨叽，赶紧的。你个疯婆子，爷本来就是要去退婚的，你绑我干什么？当真？哼！要不是今天市委出去办事儿，能着了你这疯婆娘的道？随便骂，尽管骂，只要今天您能求皇上把这门婚事退了，你怎么打我骂我都行。拿下本将了，老板，这2个。我这人再好，事成之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哎，咱们2个呀，从今以后不是一家人，胜似一家人。止步！
你不知道我是谁是吗？拦着我干什么？就知道你是国舅爷才拦的。皇上有令，这几日若是国舅爷前来，恕不接见。那让我进去。我是丞相之女顾魏如。皇上下旨了，顾小姐也不见。我。云裳，云裳，爷既有前程佳偶，云裳留下无益。愿爷日后前程坦荡，百年好合。我再接管云裳。爷料事如神，幕后之人果然选择在孙淼的流放之路上杀人灭口。但我紧赶慢赶，还是让西域阁的杀手得了先机。孙淼已经死了。不过爷，有个奇怪的事情，城内有一位姓王的商家，得知孙淼被流放之后，大张旗鼓的喝彩。我找人查了一下，说是半年前，这王家的独子和孙淼在烟花之地因为一个女子争风吃醋，孙淼失手打死了王家独子。王家当时求告无门，事情不了了之了。我顺着这件事情查了一下，当初帮孙淼摆平此事的人，正是宰相顾平章。我知道了，孙淼和顾平章的关系我会去查。云裳离家出走了，你去找找他。是。起居注。先王临终前，召朝中老臣于御前见驾。平歇王和顾丞相顾平章似有争执。顾平章这个谁都不肯得罪的老好人，竟然会和平西王吵架，这是顾平章会干的事儿。而且这种紧要关头，这两个人到底在吵些什么呢？还要刻意涂抹掉。陛下，臣在翻阅史官记录之时，曾发现先王陨落当日，曾召见过文武百官，其中顾丞相和平西王二人却在暗处起了争执。另外，孙淼半年前在烟花巷打死过一个人，也是顾丞相帮忙解决的。这二人之死，皆与顾丞相有关。此事必有蹊跷。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朕要看看顾平章与西域阁到底有没有关联。是。陛下，那臣与顾家的婚事……吴鸾，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打的什么心思。若真查到了什么，朕不会推你入火坑的。谢陛下。不过陛下，眼前西域阁调查进度缓慢，臣有一计。臣想买凶，杀自己。爷，找到云裳姑娘了。我们走。
爷，爷，快走！听说了吗？老板，昨天国舅公府出大事了。什么事儿？国舅爷遇刺受伤了，严重吗？这么严重？有人买凶杀无伦，难道是我连累了他？偏偏又是12。大人放了我吧，留我一条狗命吧，求求你了，饶了小的吧。吃一个吧。一个枣，一颗人头，你吃了2个，还我一个吧，还我一个枣吧。对不起爷，我明知道西雨阁的人会动手，还是没留意让您受伤了。喂，只是些皮外伤，养几日便好了。只是没想到西雨阁的人下手如此之快，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是。云裳。我还没去找他，他怎么过来了？难不成西雨阁派来杀我的人是他？吴伦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我过来看看你。你的相好呢？什么相好的呀？没有。行了行了，怎么还害羞上了？别装了，狗都看得出来你喜欢他。所以你也看出来了？啊？你说谁是狗呢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伤的是这儿，这个行吗？行了行了，中气十足的，身体很好吗？没什么事吧？你还想让爷怎么样？知足吧你！本小姐今天可是背着我爹偷偷溜出来的。你爹不让你出来看我？是啊。以前呢，上赶着催我跟你培养感情，现在你受伤了，倒不让我来了。这老头年纪大了，越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行了，
感谢顾大小姐的好意，我心领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真的？那一言为定喽。去年今日别群愁。爷，顾小姐已经安全送回丞相府了。我今日跟顾魏如耽误那么多时间，也不是没有收获。看来这顾平章的确不简单。你派去丞相府盯梢的人先别撤，盯牢了。是。云裳姑娘，还在。或许是在等机会动手呢吧。是念三啊！怎么，你对我的猎物也感兴趣？既然是同门，我分你一刀如何？是念三啊！怎么，你对我的猎物也感兴趣？既然是同门，我分你一刀如何？十二，我没有在同你玩笑。有意思。我不想伤你，你不要逼我。是吗？今夜挺长的，我先陪你玩玩如何？是我误会他了。我们去找云裳。是。
念三啊，你也没长进啊，这么久了，哼，本以为今晚你能陪我玩很久啊，可惜你不争气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先解决了你，再去杀那个吴鸾喽。来，吃一颗，啊。没事儿，别怪我，我不会允许任何人都无乱。我虽然不喜欢你这个人，嗜血好杀，但想来也是细雨阁把你变成这样的。希望你下辈子投胎去个好人家。啊！没想到云上守了一天，竟是为了保护我。一旦被细雨阁察觉，他自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今日之事，也不知道能瞒多久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你说一个杀手怎么会把自己的兵器弄丢了？念三，你知道12去哪儿了吗？那是你的活，问我做什么？你今日来找我有何事？我们细雨阁的一个杀手01，曾经是阁主最喜欢的杀手。他因为刺杀同门，被阁主赐了极刑，让阁内的每一个人都刺他一刀，直至血干而亡。哼，我没兴趣听故事，更何况还是一个听烂了的。哦，是吗？云商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云商，云商。
我想你。这不是国舅爷该来的地方。国舅爷，我那日在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我本不同世界的人，你又何苦非要找到我？因为昨夜我看见你了。你昨夜见到我了？国舅爷，我那日在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我本不同世界的人，你又何苦非要找到我？因为昨夜我看见你了。你昨夜见到我了？对啊，昨夜我在梦里看见你了。都受伤了，还东奔西走的干什么？伍子琪呢？我这不是怕他会打扰我们，我便让他回去了。也还是回您自己的府吧，我这小屋子实在过于简陋，容不下您这尊大佛。不是，你自己也说了这儿简陋，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。要不然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也就莫要再为难我了。我既然决定出来，就没想过要回去。行，你若是不跟我回去，哼，爷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爷何必要这样呢？你我之间，既无三媒六聘，又无其他情分。那爷便给你个名分啊！反正爷就是赖着不走。哎，姑娘，买菜啊！哎呀，这位是我是他相公，我是他相公。哦，相公，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吴鸾，我们好好聊聊吧。好。吴鸾，你对我很好，我很感激。在国舅公府的这段日子，是我过得最开心的日子，所以真的，谢谢你。但我们之间没有将来，也没有以后。你是国舅爷，而我，云裳有自知之明，不敢奢望，也不会贪心。既然你觉得跟我在一起是快乐的，为何你不敢多要一点呢？云裳，我保证，只要你一伸手，这份快乐就会被你牢牢地攥在手里。谢国舅爷抬爱，但你我之间天壤之别，星河之距，所以国舅爷，还是请你离开吧。从此山高海阔，不再相见。你的妻子应当是如同顾小姐那般。
我之间便没有一点距离了。云裳，我知道你心中有诸多疑虑，你若是觉得不踏实，我便想办法给你踏实。我说过，我这辈子只认你一人。你若是不想回去，好，那我便陪着你，粗茶淡饭，相守终生。你若是想跟我一起回去，那我便保证，许你一生顺遂。你若是还不信，那我便发誓，皇上，臣最近听闻国舅公吴鸾不务正业，夜夜笙歌，与风尘女子厮混，夜不归府。臣附议，国舅公刚被赐了顾丞相千金的婚事，就做出如此荒唐之事。皇上，臣也附议，顾丞相平时是好说话，但也不能被欺负。顾丞相，臣在。此事你怎么看？老臣何德何能啊，让这么多同僚为我开声，在此谢过几位了啊！但我更希望国泰民安，和和乐乐。我不希望再看见皇上为此事再次烦忧啊！要不然，就让我做这一回恶人吧！啊，老臣请旨，请皇上收回成命。既然顾丞相都这么说了，朕答应你，婚约一事，朕会好好思量一下。谢皇上。
好吗？我不是不知道寻常夫妻是怎么过日子的吗？我这就看一看，又不看别的，是不是？老头子，来，给你洗了葡萄，来尝尝，来尝尝甜不甜？甜不甜？是。啊？怎么了？原来寻常夫妻之间吃东西是要相互喂的。那，你下回也喂我好不好？那你怎么没看到这个？哎呀！叫你剥个葱，你剥成这样，你，哎呦喂，你个爱切嫂子，干什么都不行。不是要学寻常夫妻吗？来啊，让我打一顿。别，娘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要让我打一顿。不学了，不学了。你刚是要学你。何事啊？圣上发了好大脾气，说要见您。爷和云裳姑娘的事情闹了个满城风雨，据说今早顾丞相还提了退婚，所以皇上才生气了。这不是好事吗？你吓死我了你！云裳，等我从宫里回来，我们夫妻二人再好好庆祝庆祝。等我，走。爹，哎，魏如啊，您今日提了取消婚约之事。这个吴鸾的名声啊，如此不好。哎，那我当然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呀。赐婚之前，您不曾问过我意见，取消婚约，您又不同我说，您心中当真有我这女儿？这为父为你考虑，你还不满意了啊？魏如啊，这个婚姻大事啊，本来就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啊。我是为你好，爹还错了？况且你不是也觉得这个吴鸾在诸多方面不合你意吗？啊？我真是同您说不明白。哎，魏如，哎呀，吴鸾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朕不同意取消婚约，你就在那百花巷与一个烟花女子闹得乌烟瘴气、满城风雨，还让顾平章他们在这朝堂之上逼朕取消婚约。臣的确是故意的。你，臣就是想试探一下顾平章的反应。这顾平章他肯定有问题。你怎么就那么笃定？陛下，你想啊，这皇城之中的适龄公子，哪个不是三妻四妾、相好若干的？这顾平章怎么可能真的在意这个？说下去。只是臣还需要一件事来证明此事。臣请旨，再从细雨阁买一次熊，而这一次，臣和顾平章的一起买了。一来，臣可以继续以自己为诱饵；二来，若顾平章真的跟细雨阁有所联系的话，那他一定会有所动作。吴鸾，你这又是兵行险招啊！小心，退下吧。臣告退。朕觉着今日吴鸾有些反常，你去暗查一下身边那位女子。朕想知道，他们只是逢场作戏，还是动了真情？是。
睡满楼。哎，这个不错。你喜欢那个簪子吗？哎，不是说好了要当个寻常相公的吗？花钱这么大手大脚的。你刚刚喊我什么？再喊一遍。我刚刚喊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不是。那你吃不吃相公？不是汤。吃。哎，客官，新鲜不新鲜啊？新鲜。客官，来一串。甜不甜啊？不甜不要钱。来一串吧。客官，这串是吧？哎，好嘞，谢谢客官。我同你玩个游戏如何？游戏？好啊。若是你今晚可以做到一刻也不离开我身边，那我晚上回家便奖励你一声相公，如何？这又何难？这声相公，你可是喊定了。这样，我们不就形影不离了吗？还能方便我喂你吃糖葫芦。这吴鸾当真没有杀那旭阁的杀手，还把他留在了身边。哎呀，此女留不得了。属下立刻去。不忙，你告知皇后，她自会处理。是。记住，只取这女子的性命即可，切莫要伤了我弟弟。是。哼。爷，昨夜您和云裳姑娘上街，有人跟踪你们。云裳姑娘是他的跟踪的人，身法一般，应该不是细雨阁的。但到底是谁派来的，现在还不确定。此事要尽快查清。看来此处也不太平，要尽快回府。林桑，你没事吧？留活口。是。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这里太危险了，还是要赶紧搬回国舅公府。云裳，陛下已经收回成命，取消了我跟顾魏如的婚事。我保证，一定会给你个名分。我知道，你不稀罕什么荣华富贵，但我吴鸾保证，我吴鸾此生只认你一人。不管你过去如何，将来如何，你的担心，我陪你一起面对。
乌鸾这个草包国舅还当真厉害啊！有人如此大费周章的买凶杀他，哼，竟然还能从12的手中活下来。哎呀，这把斩月刀还是当年12第一次出任务的时候我送给他的，没想到啊！属下怀疑此事或许和念三有关。宁可错杀，不可错放，还是要提防念三的异心。是。启禀阁主，我们又收到2次杀吴鸾的交易，但这一次买主又追加了一单生意，除了吴鸾，他还要买凶杀当朝丞相顾平章，对方出手是上次的3倍。滚！是。竟然有人买凶杀我！有意思啊！来，回来了。你先回房休息，我去处理点公事。好，那我先回府等你。09，出来吧。你什么时候也喜欢吃早了？念三，你的任务来了，先把恶念吃了。这个恶念为什么跟之前的不一样了？阁里最近死了很多人，你是知道的。这是阁主给你加的保命的药。12的任务已经失败了，你可别再让阁主失望了。当朝宰相顾平章，念四啊，你入细雨阁已经有些年头了，上次那个小任务完成的不错，你可以正式出师了。谢阁主。
国舅公吴鸾可有把握啊？属下一定不辱使命，完成任务。国舅公吴鸾可有把握啊？属下一定不辱使命，完成任务。念四，出发之前，咱们还是先把恶念吃了吧。怎么我的恶念看着不太一样？这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，所以阁主让我加了一味保命的药。属下不明，这阁主为何要让我把这童心混到他们姐妹两人的恶念当中？是怕念三有一心，用童心来牵制。但是这毕竟是这孩子第一次执行任务，万一经验不足，出了差错，他姐姐的命也就难保了。我们阁里近来已经折锁了多名杀手了，这个念三啊，如今他翅膀硬了，我不得不防。若他忠心无二，万一念四任务有差池，他绝不会袖手旁观，自然也就平安无事了。阁主英明。伍子棋，如何？招了，说是谁？说是皇后娘娘派来杀云裳姑娘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你退下吧。姐姐，我倒是没想到，你竟然想要我的命。胡鸾，你说什么呢？姐姐怎会想杀你啊？我只不过是想杀了那个小贱人。那你是承认那些杀手都是你派来的？没错，是本宫派去的。胡鸾，姐姐都是为了你好啊，你本该有大好的前程。你和顾魏如的婚事，那可是本宫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替你讨来的赏赐，可结果呢？你却因为那个什么声名狼藉的烟花女子，姐姐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她。她有自己的名字，她叫云裳。在陛下面前怕我连累她，所以我不敢说实话。但你是我的至亲之人，所以我不想撒谎。我这一生只认她一人。
不管他从前如何，往后如何，我都只认他一人。吴鸾，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呀？她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子，所以我也会竭尽我所能保护好她。你若是再想要杀她，下回死的便是我。看来皇上同我已生嫌隙。他日我查明细雨阁的案子，他或许会念在我过往的功劳以及姐姐的情面上放我一马，但却绝对不会放过云裳啊！我得尽早为云裳做筹谋了。甘棠花糕蜜枣槐花糖，爷让我给云裳姑娘买的东西应该都买齐了吧？甘棠花糕蜜枣槐花糖，你这小丫头在这儿干嘛呢？给你10个铜板，去买些吃的吧。拿着吧，不过这儿不让乞讨。不要。那你不要钱，你在这干嘛呀？我在等国舅爷。等国舅爷干嘛呀？你想要更多的钱？我要杀了他。啊？你是不是收了别人钱来打探国舅府的情况啊？没有。你这小丫头还挺好面啊！就算是你收了别人钱也没关系。这样吧，他们给你多少钱，我加倍给你。我还可以给你拿身新衣服，再拿些吃的作为交换。哎，那你告诉我是谁让你来的好不好？都说了，没有。我去给你拿些吃的喝的，你待这儿别乱跑啊！蠢货！这段时间，又有人跟踪，又有人刺杀，却都不是细雨阁的人，而我又刚收到新的任务，这些事情太奇怪了。云罗，姐姐，你竟然在这儿！你怎么会？云裳姑娘，你们两个认识吗？
怎么突然找到这里了？本来我还要好几个月才出任务的，结果最近阁里死了好几个人，阁主就让我提前出来出任务了。你还小呢，能做什么任务？不要小看我，我已经19岁了，而且现在阁里剩下的那几个都是废物，没有一个能打得过我。那你接了什么任务？看什么呢？爷，云裳姑娘的妹妹来了，在里边呢。云裳的妹妹啊？那不也是西域阁的杀手？啊，他说他要杀了你。啊？不过爷，您别害怕，他那么小一只啊，我一只手就捏死他了。你接了这个任务？听说这回任务比上次那个难度高了不少，我正好试试手，看看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挑战。小小年纪，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。你我自幼在西域阁长大，为了活命，必须日日训练，成为顶尖的杀手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但是云罗，姐姐已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，你就不用再走这条老路了。姐姐是不希望我做杀手吗？你我自幼颠沛流离，受的苦已经够多了。现在你既然已经出来，姐姐一定会想办法护你周全。你不喜欢我杀人，我可以不杀，但我已经吃下了恶念。要不等我先做完这个任务。没关系，我来想办法。云裳，我的任务，我先杀了他。一会儿别多说话，当好一个妹妹就行。云裳，你这是一大早就去宫里了？你用过饭了吗？还没呢，这不是等你一块儿呢吗？这就是你妹妹，怎么称呼啊？哦，云罗。云罗，这是国舅爷。听伍子琪说，他是在门口捡到你的，你是打哪儿来的？乡下来的，寻姐姐。哦。那既然是云裳的妹妹，便也是我的妹妹了。云罗，你就安心的在府里住下。伍子琪，让冯管家给云罗安排个住处。是。一会儿想吃什么呀？都行。原来云裳接的是顾平章的任务。可是爷，云罗接了杀您的任务，要怎么处理啊？云裳很紧张她这个妹妹，只要她不出手杀我，
你就别老揪着别人不放，还是对人好一点儿。好，既然爷都这么说了，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反正啊，就他那小身板，估计也就三脚猫的功夫。也别太小瞧别人。细雨阁的杀手，哪个是好对付的？好，那我找时间去探探虚实，